马德里今天又下雪了，这是今年的第2场雪吧。我记得前年我刚来西班牙的时候，我的本地同事还跟我说马德里很少下雪，没想到第2年我就看到了雪。不过这里的雪就是在空中能看到，到了地面上之后就化了，跟加拿大的完全没法比。我加拿大的同事在圣诞节的时候也跟我说，感觉今年加拿大格外的冷。我记得2周前荷兰也下了一场大雪，导致整个交通都瘫痪了，机场一天 cancel 了上百架航班。感觉全球气候问题真的是越来越大了。今天我想聊一聊从加拿大搬到西班牙这将近2年的时间，我感受到的西班牙相对来讲比加拿大更好的地方，大概有10个点吧。我相信其中有某些点可能是你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或者是没有想到过的。那么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印度人，或者说印度人相对来讲很少。我当时在加拿大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年是新年跨年，我到多伦多市中心的广场倒数。当我到多伦多的时候，我全程看到的人里边90%都是印度人，我几乎没有看到什么本地的人。而且当时的那个广场上就是放着印度的歌曲，就感觉好像那一次跨年倒数是一场印度人组织的集会，就是你根本感觉不到你是在加拿大。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加拿大的印度人到底有多多。第2次是我跟我当时在加拿大的 manager 聊天，他是加拿大本地人，他说他的 cousin 是麦当劳的 regional manager。 据他说，这2年在他所管辖的这个区域，几乎所有的门店从主管到员工已经都被印度人包揽了。之后呢，我是要搬家搬到多伦多去，所以找中介带我去看房，去看了大概5到6个公寓。所有的公寓的前台或者说物业管理都是印度人，真的是清一色的，没有任何一个公寓的前台不是印度人的。还有一个特别直观的就是你去沃尔玛的时候，你看到他所有的员工，不管是理货员还是收银员，也全部都是印度人。我记得我在6、7年前刚去加拿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在沃尔玛的收银员印度人的比例还没有这么高，但是当我要离开的那2年，就真的是你几乎是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印度人。但其实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其实印度人也并没有真的做出什么事情让我觉得不舒服，但为什么我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会让我感觉不好呢？我问了 ChatGPT， 他说这是一个文化多元的问题。你本来是处在一个文化多元的环境里，但是现在这个环境被某一个人群或者是某一种文化完全的覆盖掉了，就会让你有一种心理上的怀疑，你是否还是待在你原来的那个让你感觉到安全的环境下。所以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有这么多印度人来加拿大之后会感觉到一丝丝的不安的原因吧。相反的是，当我来到西班牙之后，我其实在第1周我就明显的感觉到，因为我当时是住在马德里的市中心，可以说是一个游客最密集的地方，我一天之中看到的印度人的数量可能不超过5个，就是很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没有再被印度人包围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语言，因为印度人本身是说英语的，所以他们会很容易在英语为主要生活语言的国家生存下来。比如说去麦当劳 Tim Hortons 去打工，但是在西班牙你如果不会西语的话，你连这种比较入门级的服务行业你可能都进不去。
所以我觉得语言其实成为了西班牙阻碍印度人大批量涌入的一个原因。那么说到语言呢，就引出了第二点，西语。其实我来西班牙之前是完全不会西语的，我真的是从零学起，从一开始用 Duolingo，每天学几分钟，到后来公司 sponsor 我在一个西语学习平台上有1对1的老师，每天跟他聊半个小时。虽然现在我也没法真的就是毫无障碍的跟本地人去聊天，但是有的时候我大概能听懂他们聊天中的一些内容，用一些简单的词汇去回应。而且我觉得学习西语是一个很值得的投入，因为其实除了英语之外，第二大全世界比较普遍应用的语言就是西语。所以我会觉得我在西班牙学会了西语之后，将来我如果想要去拉美国家，或者是去美国的讲拉丁语的地区去旅行或者生活的话，其实也会相对来讲更方便一些。感觉西语是相对其他的小语种语言是更值得投资的一门语言。那么第三点让我爱上西班牙的是它的食物，但是这个食物不是火腿、红酒或者是 cheese， 而是 gluten free 的食物。我是在加拿大生活的后几年开始研究健康饮食，而且我发现我其实是一个麸质不耐受的体质，所以我会避免吃含麸质的食物。但是在加拿大基本上我好像除了在 Costco 有看到明确标明 gluten free 的一些食物，或者是我当时买的是 keto 的，因为本身 keto 的食物会避免碳水，所以相对来讲 gluten 的含量会更少，但是好像那个时候我没有真正关注 gluten free 的食物。当我来到西班牙之后，像这边的国民超市 Mercadona，你会发现它有很多 gluten free 的食物。虽然我平时更多的是买原型食物自己回来做，但是我会偶尔想要会吃一些小零食来解解馋，我就能够在 Mercadona 发现很多适合我的 gluten free 的零食，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至少对我的健康来讲也是非常友好的。第四点是气候，这个其实也不用讲太多，大家都知道，比起加拿大来讲，那西班牙的气候几乎是无话可说。而且我之前的视频有聊过，我其实是后来才发现我是一个容易被气候影响情绪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西班牙生活，虽然其实我实际在这边生活了将近2年，我发现也并不是像他们说的300天都是大太阳。你像去年3月，马德里这边就几乎是整整下了1个月的雨。但是在这边你心情不同的点是在于，你会知道它即使是下了1个月的雨，那么它马上就会晴天，而且接下来你会迎接几乎是80%-90%全年的阳光。所以即使是有阴雨连绵的日子，你也会觉得你是有希望的，你是能有盼头的，而不是说不知道这个阴天会持续多久，是不是接下来几个月都是这个样子，让人感觉到很绝望。第5点呢，就是交通很方便，这个又可以分3个层面来说。从我住的马德里北郊，我如果想去马德里市中心，我坐 Setgania 的小火车，基本上30分钟之内就能到市中心。这个要比我在多伦多的时候去一次 downtown 要方便很多。第2个层面是在西班牙国内旅行，你如果坐大巴或者火车，一个是班次很多，再一个就是票价很便宜，就是可以花非常小的成本就进行一次短途的国内旅行。像我在西班牙这不到2年的时间，我已经去过了巴塞罗那、瓦伦西亚、阿里坎特、塞维亚、
马拉嘎、Bilbao、San Sebastián、Vigo， 还有上一周刚去的大加那利岛。西班牙本地人都说我这2年去的地方比他目前去过的地方还要多。第3个层面是欧盟境内的一些国际航班，比方说我前年的圣诞节去哥本哈根，就是从阿里坎特飞，那张机票一共才25欧，比在西班牙境内坐火车还便宜。我上周从马德里往返加那利群岛，机票也才80欧。所以只要你选择在淡季出行，我觉得交通成本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第6个让我喜欢西班牙的点是它的活人感。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喜欢社交或者主动交朋友的人，但是我希望我居住的地方是有人气儿的，就是不会像我在加拿大或者是其他往北一些的欧洲国家，晚上8、9点之后你在街道上就几乎看不到什么人了，你走在那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凄凉的感觉。但是在马德里，虽然我现在住的这个郊区人也不是很多，但是如果我想要就是稍微有点人气儿的时候，我就可以坐火车去马德里。我什么时候去那边人都是非常多的。像我去年12月份去 Bilbao 的时候，晚上10点还是11点下飞机，到市中心的时候还是满大街的人。我就感觉这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跟谁去说话，但是能让我知道我是生活在人群里的，这对于我来讲就是一种安全感吧。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不需要真的跟别人去接触，但是我希望我身边是有人的。第7个点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我发现在西班牙我用约会软件效率更高，开户2个星期收到500多个 like， 然后我用1周的时间见了5个人，跟其中的1个人之后又约会了5个月。在加拿大的时候虽然也用 dating app，但是前期大家沟通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有很多人，比方说因为我不住在多伦多的市中心，大家几乎就是看如果需要开车半个小时以上的就不会选择跟你见面。但是在西班牙这边，如果要是想见面的话，1周之后就会见，而且如果他们自己是有车的话，都会开车来见我。感觉西班牙人比加拿大人更 gentleman 一些，而在加拿大往往都是我们双方定一个比较靠中间的点去见，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距离吧，就实在是在交通上的成本太大了，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浪费那个时间，所以就只能说这也还是西班牙交通更便利的一个好处吧，有利于约会。第9个点我想说的是社区配套比较好。我现在生活的这个社区它有自己的健身卡，1个月38欧，有2个室内泳池，1个室外泳池。平时这些泳池会搞一些水上体操之类的活动，但是我还没有去参与过，但是我会每周都去游1次泳，在泳池旁边就有一个蒸汽房或者是桑拿房。西班牙人比较会享受吧。我在加拿大的时候也去游泳，但是那些公共泳池就是冲完了澡之后就直接出来，甚至有的公共泳池都不太提供热水的冲澡，就是好像让你游完泳就赶紧回家的那种催促的感觉。这张社区的健身卡并不是只是游泳，因为我只享受了游泳这一项服务，但是其他的比方说这边的足球场、操场，还有一些其他的类似于普拉提、健身、瑜伽之类的活动，它其实都会有课程表。不过好像如果要是想参与这些课程的话，是需要单独再付费的，但是一门课可能也就是几欧。所以感觉这边整体对于全民健身还是挺重视的，至少这些基础设施的提供和质量我都觉得比加拿大好很多。第10个方面我想聊聊关于医疗这方面。
我们都知道加拿大和西班牙其实都是免费医疗的国家，但是不同的是，在西班牙它是既有公共医疗又有私立医院，而在加拿大我没有听说过私立医院这个概念。这边看病步骤都几乎是一样的。如果你要走公共医疗这条线，你是要先约家庭医生，家庭医生根据你的症状来判断是否给你进一步的去推荐去公立医院的某个科室。但是这边西班牙比较好的一点是，如果你买了私立的医院保险，你像我是因为公司有就是类似于商业保险这样，我每个月只需要交15欧吧，就可以享受这个私立医院的保险。私立医院比公立医院的好处就是你不需要约家庭医生，你是可以直接用一个 app 去挂私立医院的号，就非常的方便。这边的私立医院其实跟国内看病更像一些，你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症状去判断要挂哪个科室，然后直接就可以去见医生。在加拿大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公立医院的医生和私立医院的医生给你开完的药付费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公立系统给你开的药，你其实只要花接近1折或者是2折的钱就可以拿到药。但是如果是私立医院的话，那你需要全额付这个处方药。所以我这边本地的西班牙同事，他们一般的操作是先去私立医院把病看了，然后拿着私立医院医生给的处方再回来挂他的家庭医生，让家庭医生再给他按照原来的处方再重新出一份，之后他就可以在药房以1到2折的价格去拿药，就是非常方便又省钱的一种方式。我记得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听过2个例子，一个是我当时老师说他老婆有一天晚上生病去加拿大的公立医院急诊，结果等了5个多小时才给他看上。另外一个朋友是在家做饭的时候把手指头给切了，就是整个手指甲都切掉了那种的，然后去了医院也是等了4、5个小时才给他进行手术。在西班牙这边我自己亲历的一次急诊，是我有一次食物中毒，吐的胃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但是还是一直在吐，就是整个人也没有任何力气，所以我就打车去了急诊。我在急诊室大概等了10几分钟就被叫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那天很幸运，本来人就少，但是我感觉里边好像也没有等很长时间的人，大家就是按顺序来的。而且我在打点滴的时候，里边的护士也都很照顾我，他们知道我不会说西语，还会专门派会讲英语的人来跟我沟通。然后中间看我在那儿，因为我当时是点滴从早上10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护士过来还问我你有没有吃东西，我说没有，然后他还去给我拿了饼干和酸奶，让我先把东西吃了。就是你会感觉即使你是自己一个人在，没有人陪你，但是你能够被得到照顾，并不是会被忽略的那一种。所以这一点我对西班牙的医疗系统，而且是它的公立医疗系统，我反而觉得是让我觉得非常加分的。最后一点，其实我已经说完了10点了，但是最后一点我想聊一聊关于安全的问题。因为有很多人对于南欧的印象就是小偷特别多，但是我在这边生活的将近2年的时间，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而且我认识的中国的朋友在本地生活的比我时间还长的人，也没有遇到被偷的情况。所以我在想，也许是因为我们并不生活在游客区，如果你不生活在游客密集的区域，好像也不会发生那种情况。但是我并不是说100%不会，只是我刚巧没有遇到。但是我整体感觉下来，即使是我偶尔去马德里市中心，我其实只要谨慎一些，把手机什么都攥在手里揣在兜里，也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可能真的是幸存者偏差吧，就是那些能够在
网络上发被偷被抢的人也正是因为他被偷被抢了，他才会发出来。那些没有经历过这些事的人也不会出来澄清说我没有被偷没有被抢过。在这过去的将近2年时间内，我除了去过西班牙的一些城市之外，我还去转了欧洲其他10几个国家。在之后的视频里，我可能会聊一些我在那些国家旅行的一些感受吧，以及他们和西班牙的对比。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哦。